眼前这个精神恍惚的男人名叫范国生，他正大力地擦拭着墙上的油漆。尽管已经负债累累，范国生却不允许妻子阿玲出门找工作。此举不是出于对阿玲的宠爱，而是源于他变态的控制欲。范国生家里摆满了儿子的照片，阿玲正匆忙收拾行李准备离开。自从3年前儿子去世，范国生便陷入了无尽的痛苦，日复一日的压抑情绪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类疾病，整个人变得暴躁易怒、敏感多疑。哪怕仅仅是没有及时接起范国生的电话，他都会认为阿玲正和某个野男人在一起。范国生在酒吧买醉，服务生的目光在他身上稍作停留，他就大声质问对方你丑啥，然后低着头嘴里念念有词。服务生低低地骂了一句神经病，便转身离开。范国生晃晃悠悠回到家，发现楼下停着一辆车，车上的男人正在等人。范国生自然而然认为他是在等阿玲，于是便目光沉沉地盯着对方，随后一言不发地转身上楼。这时收拾好东西的阿玲正准备离开，这无疑坐实了范国生的猜想。范国生质问阿玲说好了要陪自己熬着，为什么要离开？阿玲也同样深陷丧子之痛，精神失常的范国生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整日还要应付上门追讨的高利贷，就连出门买菜都不被允许。如今妈妈的房子被拿来抵债，阿玲声嘶力竭地控诉着这些年来两人烂泥一样的生活，只求范国生能放过自己也放过他。范国生却笃定阿玲有了新欢，他不准对方脱离掌控，要拉着他永远留在痛苦的沼泽中。范国生狠狠推开阿玲，拿起行李朝他砸去。阿玲尖叫求饶，范国生一边道歉一边步步紧逼，不过阿玲挣扎紧紧地抱住他。等范国生冷静下来，阿玲的电话却响了起来，他接起电话小声地和对方说着什么。这一举动让范国生再次暴起，误认为他正在和楼下的男人通电话，殊不知对面其实是阿玲的母亲。两人推搡着来到窗边，失去理智的范国生掐着阿玲的脖子，将她整个人推出窗外，眼神似乎要将人生吞活剥。阿玲挣扎间窗户松脱，她也随之重重地摔下楼，惨剧在一瞬间酿成。阿玲的母亲急急赶来，前一秒还在和她通话的女儿此刻已经躺在了冰凉的水泥地上，她手足无措，哭嚎着向周围人求助。警察很快赶来，范国生自知铸成大错，便引爆了家里的天然气，准备结束这一切。然而老天却没打算让他轻易离开，重度烧伤的范国生活了下来，他要面对的是难以逃脱的噩梦和无尽的怨怼。阿玲的母亲迟迟无法走出丧女之痛，范国生却因案发时处于精神分裂症并发期逃过了重刑，被强制送往医院接受无限期治疗。3年后，范国生的主治医生周明杰在最后一次用阿玲对其进行测试后，确信他的病人已经可以出院重新适应社会。医院上下对此颇有微词，范国生毕竟是一个杀人犯，他们担心此举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和舆论的谴责。另外，出院后的范国生如果受到外界压力，病情加重，再次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，那么这个放虎归山的责任由谁来担？周明杰认为范国生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对于院方的质疑据理力争，并表示会对病人的不良行为负责。鉴于医院最近病患陡增、人手紧缺的情况，院长最终采纳了周明杰的建议。出院后的范国生在周明杰的帮助下找了份餐厅服务生的工作，开始试着建立新的生活。这天，周明杰的女友宝带着一个自残症病患来到医院，两人就职于同一家精神病院。周明杰负责康复治疗，宝则负责康复病人的跟踪治疗。眼前这名病患的状况显然不容乐观，不仅出现自残吸毒的行为，还对周明杰产生了幻想。周明杰开始怀疑自己让范国生出院的决定是否正确。身患绝症的院长却十分看好他，还有意让周明杰接自己的班，这一提议也得到了董事会的同意。晚上，周明杰带着宝到范国生工作的餐厅吃饭，宝一直想要个孩子，周明杰却在交往之初就表明了丁克的态度，面对宝的质疑也从不肯说清理由。这时范国生的岳母带着自己煲的汤找了过来，女儿过世后他似乎也变得疯疯癫癫，范国生为了不影响工作，急忙将他拉到了后巷，周明杰也跟了上去，了解情况后帮忙劝走了岳母。自从范国生出院后，岳母便总是跟踪他，虽然没有打骂，却也让他不胜其烦。然而范国生又深知是自己有错在先，只能想尽办法躲避。安稳日子没过几天，岳母便找到了范国生的新住处，带着自己煲的汤哐哐砸门。范国生不敢发作也不敢出声，只能痛苦地捂住耳朵。或许让范国生的后半辈子永无宁日，就是岳母对他的报复。周明杰很快成为新院长，不久后老院长去世，无儿无女的他将唯一的财产留给了周明杰，那是一间仓库，生前被老院长用来存放书籍。不久后，范国生前往墓园祭拜亡妻，岳母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他身后，他一边声泪俱下地控诉范国生，一边动手打自己。范国生急忙上前阻拦，神色压抑且痛苦。紧接着岳母杀人诛心，告诉范国生阿玲死的时候已经怀了他的孩子。范国生不仅杀了他的女儿，还杀了自己未出世的孩子。范国生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岳母直言要让范国生一辈子都活在内疚和痛苦中。周明杰来到仓库，房间里摆放着他和老院长的合照。雷医生推门进来，准备带走老院长嘱咐他照顾的乌龟。这时范国生打来电话，他向周明杰求证阿玲死的时候是否怀孕。周明杰一再保证绝无可能。
范国生似乎已经在心里认定了这件事，任凭周明杰怎么说都觉得是在骗自己。范国生心生死志，他嘱咐周明杰将自己的骨灰和阿玲的放在一起，随后便挂断了电话。周明杰慌忙赶往范国生家，此时范国生正坐在天台上，反复和周明杰念叨着自己该死。这时一个瘾君子来到天台，他身形摇晃，举止疯癫，骂范国生想死就不要婆婆妈妈，说着还上手推起了范国生。范国生没想到死都不能安静的死，于是便和瘾君子推搡起来，没想到这一下却直接送走了对方。周明杰闻声而来，范国生蹲在地上喃喃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周明杰一番权衡后，让范国生马上收拾东西离开，还嘱咐他一定要记得吃药，自己则留下来简单处理了现场。很快东窗事发，警方按照惯例挨家挨户询问楼里的住户，家门紧闭的精神病人变成了重点怀疑对象。警长根据范国生遗留在家门口的垃圾锁定了他的身份，并找到周明杰了解情况。周明杰表示范国生已经完全恢复正常，正在吃的也只是基础的巩固药物。送走警察后，周明杰第一时间联系了范国生，并在停车场和其见面。凶杀案的新闻铺天盖地，范国生焦急地询问周明杰应该怎么办，逃是逃不掉的。周明杰劝范国生自首，范国生却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回到牢笼般的医院，还表示周明杰应该对自己负责。随后两人不欢而散。不久后，一起公园恶性伤人案再次登上了新闻。据目击者称，疑犯是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，现场遗留一把水果刀。正在看新闻的周明杰接到某电台记者的来电，对方听说警方正在找范国生，便将其和最近接二连三的凶案联系到了一起。周明杰出言反驳，没成想这通电话却是现场直播。有时候无良媒体制造的传媒暴力更为可怕。周明杰惊出一身冷汗，他回到办公室平复心情，桌前不知何时坐了一对母子，女人满面愁容，神情紧张，告诉周明杰自己的儿子好像得了病，不仅经常自言自语，还总说家里有好多人。周明杰等他讲完后，便以单独治疗为由支开了女人，问孩子知不知道妈妈生病了。男孩乖乖地说知道，希望周明杰能帮帮妈妈。原来真正患病的是母亲而不是孩子。周明杰嘱咐女人明天过来一趟，女人千恩万谢地离开了医院。夜色渐沉，周明杰回到家，宝已经等了很久，他拿出一张孕检单，告诉周明杰自己已经怀孕2个多月。周明杰的面色沉了下来，孩子一直是两人之间的禁忌话题。周明杰认为这个世界乱七八糟，根本就不适合生存，他没办法将孩子好好抚养长大，也不想承担这份责任。宝始终无法理解周明杰的想法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周明杰近来心事重重，雷医生建议他出去散散心，还劝他不要因为范国生有太大的压力。此举让周明杰勃然大怒，在他看来，雷医生正在用观察病患的目光审视自己。周明杰决定给自己一个释放压力的机会，那就是找到范国生并治好他。周明杰向医院请了长假，并将自己的打算告诉宝，希望他能帮忙保守秘密。周明杰将老院长留下的仓库作为诊疗室，在停车场找到范国生，并将他带了回来。范国生坚持自己已经康复，周明杰表示要想让精神病人意识到自己生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周明杰要求范国生绝对相信自己，并帮他安排好了生活上的一切。于范国生而言，周明杰的角色不再只是一个医生，更是他的心理治疗师、康复护士，甚至朋友和家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观察，周明杰发现范国生各方面都表现得很正常，唯独对自己的病情没有认知。心力交瘁的他沉沉睡去，一觉醒来被范国生告知他已经睡了20-30个小时。吃饭时，范国生和周明杰相对而坐，他审视着范国生的一举一动，范国生却表示不希望被这种目光注视，感觉周明杰像是在等着自己发病。周明杰闻言有一瞬间的恍惚，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。很快，周明杰便发现范国生并未按时吃药，并且十分抵触这种有明显副作用的药物。周明杰只是把药放在食物里，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观察范国生的同时，对方也在观察他。范国生坚持自己已经康复，要吃药周明杰可以自己吃，前提是他能找到那些药。周明杰查看了放药的柜子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他神情紧张地问范国生是不是真的把药全扔了。范国生却淡淡地看着他，拿着一本书用笔勾选着什么，两人的身份似乎对调。周明杰成了歇斯底里的病人，范国生则更像一个医生。周明杰偷偷跑回医院偷来几瓶药，雷医生察觉到他的异常，马上打电话联系了宝。周明杰回到仓库，范国生却表示他现在看起来比自己更需要吃药，接着还细细分析了周明杰的行为举止，让他认清医生也可能会得病这件事，还表示他之所以一定要治好自己，就是为了逃避责任。紧接着还告诉周明杰真相就是他自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说完拿出了一份资料，这份资料就是周明杰隐瞒20多年的秘密。他的母亲曾是一位精神病患者，而他也有高达13%的遗传几率。那天周明杰在办公室看到的母女其实就是小时候的自己和妈妈。被精神病困扰的母亲最后跳楼自杀，那一幕也成了周明杰不愿回想的童年阴影。周明杰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病症，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范国生，范国生引导他分辨真相和幻觉，放弃执着和自尊，事业以及宝肚子里的孩子，还戳穿了周明杰之所以不想要孩子的原因，
甚至声称要去帮周明杰除掉宝肚子里的孩子。周明杰激动万分，他冲破镜子，拿着玻璃碎片追上范国生，范国生却不停地在他眼前杀人。周明杰极力阻止，终于在范国生伤害宝之前干掉了他。然而在宝和雷医生看来，周明杰却是用玻璃片捅伤了自己，范国生不过是他的幻觉。雷医生和宝来到周明杰的诊疗室，周明杰的病情让他创造出另一个范国生，他一直以为自己在这里治疗范国生，事实上是在治疗自己。周明杰接受了自己患病的事实，在宝的陪伴下入院治疗。不久后，范国生来看望他，实际上早在停车场那晚，范国生就察觉到了周明杰的异常，并在他离开后到警局自首。范国生清楚自己已经康复，他做的所有事都不是周明杰的责任，所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坐了牢。周明杰却坦白范国生并没有犯下命案。那晚他返回后，瘾君子突然转醒，周明杰为了阻止他大喊大叫误杀了对方，但这对范国生来说已经不重要，他把坐牢当成了一种赎罪。周明杰也在等待着康复后的审判。